大家好，我是牧羊。今天我们想从聂老人开始，一直聊到破执。我们先说一个场景：如果一个人晚上睡觉，忽然发现被别人掐到了脖子，那一瞬间觉得快要窒息了，这时候非常紧张、惊恐地睁开眼，发现掐住自己的那个手竟然是自己的左手。这个时候尝试用右手把左手给掰开，左手纹丝不动，甚至因为对抗而收得更紧。就这只手好像有了独立意志一样，有了杀意。我们现在讲的可不是什么玄幻恐怖小说，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神经学症状，医学上呢称之叫做异手症。在神经病学的档案当中啊，这种案例并不罕见。比方说有一名叫做 WJ 的患者就深受其害，他的生活就因为这个左手变得一团糟。怎么回事呢？早上穿衣服，这个右手刚把一件衬衫穿好一只袖子，左手就忽然夺过来，一把把这个衬衫扯下来，右手捡起来，左手再扔掉。这两只手就像是两个势不两立的仇人一样，在这个胸前扭打。甚至有的时候呢 ，WJ 说我想推开一扇门，这个右手一推，左手就死死拉住门把手往回拉，就很尴尬的站在门口，就嘴里就说怎么回事呢？我这个手就不听话。那这个时候他就给我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控制身体的势力，那控制左手的是谁呢？难道我们的身体当中还住着另外一个自己吗？因为通常我们认为自我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比方说我是牧羊，我在思考，我在说话。但是在198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罗杰斯佩里呢，他就告诉我们，这种完整感实际上可能是一种错觉。实际上我们的大脑当中至少住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性格迥异，关注完全不同，甚至经常打架。而此时此刻你在听我说话，觉得是自己的那个意识，可能只是其中一个爱撒谎的话痨。回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当时美国加州的理工学院医生就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有一些重度的癫痫病人啊，太痛苦了。这个癫痫发作的时候啊，大脑里面这个异常放电就像是火灾一样，这个火呀会通过这个神经纤维瞬间从左半球到了人的大脑的右半球，导致全脑的风暴。病人呢会剧烈的抽搐，丧失意识，甚至危及生命。吃药已经没什么用了。那这个时候呢，为了救命，医生们就提出一个很大胆的手术方案，叫大脑颞体手术。这个我们的大脑呢，它是分左右两半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桥梁连接着它们，叫做胼胝体。这个桥梁大约有2亿根的神经纤维组成，是人体内最大的信息高速公路。我们一个半球看到的、听到的东西啊，瞬间就能同步给另外一个半脑。那医生的逻辑也很简单，说既然癫痫像这个火灾一样，我们对付火灾有的时候扑不灭怎么办？我们中间有个隔离带，于是呢，我们就把这个桥给它割断，建立一个防火隔离带。手术呢挺成功的，癫痫发作真的就停止了。病人醒来之后看起来跟正常人也是一样的，能走能跑，能说能笑。我们去做这个智商测验的分数呢没有下降。这个医学界是一片欢腾啊，以为找到了最完美的疗法，甚至有人就说胼胝体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用，你只是把大脑固定在一起，它像一个胶水的作用。但是呢，罗杰斯佩里和他的学生，后来被誉为认知科学之父的迈克尔加扎尼就觉得不太对劲。他们通过了一系列精彩绝伦的实验，揭开了掩饰在正常表象之下的真相。也正是这些实验打破了人类对自由意志的幻象。加扎尼家的这个实验发现人居然可以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这不是什么鬼故事啊。他的这个实验呢，我们在了解之前先要了解一个简单的生理学的常识，叫做交叉控制。就是我们的左眼看到的这个左侧视野实际上它是传给我们的右脑处理的，而我们右脑看到的右侧视野呢是传给左脑处理的。也就是说，左手归右脑管，右手归左脑管。最关键的一点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啊，语言中心布洛卡区呢只长在左脑，也就是说只有左脑会说话，右脑呢是个哑巴。而正常人正因为有了胼胝体这座桥呢，右脑看到的东西马上能告诉左脑，左脑呢就能说出来。但是聂老人他的这个桥梁断掉了，就意味着
如果他的右脑看到一些东西呢，他没有办法告诉左脑。于是加扎尼呢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找了一个代号叫 PS 的电脑人，让他就坐在屏幕上面，屏幕中间啊有一道隔板，把人的视线完全隔开。那么研究员呢就在左边就是对应他的右脑，给他看照片，比方说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景色，给到右半脑了。那么同时给左脑看的这个照片呢是一个鸡爪，这个过程很快，就是病人他来不及转头就瞬间就出现。然后呢，研究员让 PS 从桌子上的一堆卡片当中去找一张呢跟刚才看到这个图片最匹配的卡片，这个对他来说很简单。那他的右手受左脑控制啊，就是看到鸡爪的这个部分呢，就马上选了一个鸡的卡片，而他的左手就对应右脑，他看到雪景了嘛，就选了一个雪铲，就铲子的这个卡片。那么到现在为止呢，都很正常，对吧？就左右脑各司其职。但问题是呢，加扎尼加呢就问这个病人说啊，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铲子呢？大家想一想啊，如果你是 PS， 你的左脑是负责说话的那个自己啊，实际上他看到的只有爪子，他可没有看到雪景哦，而且他们大脑中间是断的，他也不知道另外半边传来的这个信息。那理论上他完全不知道左手为什么要拿一把铲子啊。理论上他应该回答是说我不知道，反正我就好像手自己去拿的，或者说我感觉就是想选这个，但我不知道原因。但是 PS 脱口而出说这很简单呀，我看到了鸡爪，所以选了鸡。至于雪铲嘛，是因为还要用铲子去清理鸡舍。当时这个科学家就很意外，说你这个左脑根本就没有看到雪，所以他根本不知道铲雪这个事件。但是当他面临自己无法解释行为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不知道，他瞬间编造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看似合理的因果关系，他就把铲子和鸡强行的联系在一起，说要清理鸡舍。最要命的是他自己还完全相信，说话的时候完全不是撒谎嘛，神态自若。那么加扎尼克后来就做了很多类似的实验，你发现呢，只要给右脑下一个指令，比方说写让他站起来，病人呢就会站起来。那问他你为什么要站起来呢？你左脑根本就没有收到指令啊，他会可能说哦，我只是因为我腿有点麻嘛，想活动一下，或者说我想出去买个可乐。永远在解释，永远在找借口，永远在把毫无关系的东西强行因果化。这就是加扎尼克提出的理论，叫左脑不仅仅是语言中枢，它是一个强迫性的解释器。那如果说裂脑人是因为切断了大脑左右的桥梁才发现人原来有两个我，那你可能觉得这个事情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个更离奇的现象，盲人居然可以正常走路，这怎么回事呢？2008年，有一名代号叫做 TN 的医生遭遇了2次严重的脑卒中，导致他的大脑后方的视觉皮层彻底损毁。那从医学定义上来讲呢，他全盲了。虽然他的眼睛是好的，视网膜是好的，但是大脑当中负责看见的那个部分呢坏掉了，所以呢他的眼前应该是一片绝对的漆黑，连光感都没有。但是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么研究员当时把 TN 就带到了一个长长的走廊，这个走廊里面乱七八糟的堆满了各种障碍物，可能有椅子，有箱子，有垃圾桶。那研究人员就跟他说呢， TN 呐，我请你从走廊的这头走到走廊的尽头。这个 TN 就挺奇怪，说我什么都看不见，你让我这样走的话，我容易摔倒怎么办？医生说没关系，你就凭着你的直觉去走。结果很神奇，这个全盲的 TN 开始就走的过程中，比方说他走到第一个箱子的时候，他身体非常自然的侧一下就绕过去了。碰到一个椅子，他把脚就缩起来，碰到垃圾桶，他贴着边就走过去了。你从旁观者来看的话，这个人是装的吧？他视力正常吧？他怎么能避开所有的障碍物就走到尽头呢？所以他到终点的时候，研究人员就问他说，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是看见了吗？这个 TN 就很茫然说，我没有啊，什么箱子我不知道呀，我就是觉得这里往左走，那里就往右走嘛。这就是盲视。这个案例就揭示了一个我们之前可能没有意识到的点，就我们大脑当中啊有2条视觉通道，一条呢是很古老的一条通道，就是经过上丘脑的，它是进化了遗产，负责生存反射，它能够看见障碍物啊，这个地方危险，那个地方需要躲避，
但它不通向意识。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进化的通道是通过视觉皮层负责把画面渲染出来，给那个我们说自我的意识看。那么对听人来说呢，他给自我看的这个部分坏掉了，所以他是看不见的。但是那个非常古老的、很沉默的自己，在黑暗当中就接管了他的身体，不仅能够让他从某种意义上看到世界，还可以操控他的步伐。这就再次印证了那个结论：你的身体比你更聪明。比方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可能开车，你可能偶尔走个神，回过神来之后，你可能很安全的已经开了个几公里了。其实就是那个所谓沉默的自己在帮助你驾驶，而那个喋喋不休的好像很理性的左脑自我，不仅爱撒谎，很多关键时刻其实是多余的。那比方说，如果盲视让我们觉得身体是在好像瞒着我们的意识在干活，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每一天有40分钟实际上是个盲人。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家里找一面镜子，你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怎么看呢？你先看你的左眼，两个眼都盯着你的左眼看，看了之后呢，迅速的转动眼珠去看自己的右眼，咵转过来，你可以左右左右这样来回看，快速切动。那么你会发现一个现象是，你永远看不见自己眼球转动的过程，你只能看到要么是看左边，要么是看右边。就是中间这个眼球转动的这个模糊的动态完全消失了。这个在神经科学上面叫做扫视抑制，就是当我们转动眼球的过程中，这个画面实际上是很模糊的，有点像那个相机的动态模糊，现在玩游戏里面也有。那么大脑呢就会认为这个模糊的画面呢太晕了，于是我们的左脑会自动把这个部分给它切除掉。就是说在眼球转动的这几十毫秒当中，实际上人是全盲的。但是为了能够让我们不发现它，左脑就做了一件多余或者鸡贼的事情，他把眼球转动的这个结束之后看到的第一帧清晰的画面，把它剪切下来，粘到了转动开始的那一刻。对我们来说就是逆转了时间，把那个空白给它补上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猛地看墙上挂的那个钟，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一刻你会觉得那个钟在那一刻停的时间特别长，好像超过了1秒，然后再开始走。这就是著名的叫停钟错觉。科学家计算过，人类平均每秒钟要转动眼球3次，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每天醒着16个小时，其中大概有40分钟人是完全瞎的。但这40分钟的黑暗被我们左脑用这种高超的 PS 技术完美的掩盖了。我们自己的感觉好像这个世界是无缝连接的、高清的、连续的，但实际上我们看的不是连续的直播，是精修过的视频。那你说，连最基本的感官时间都在造假，你还敢信他编造的人生意义还有逻辑理由吗？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就会给自己24小时不间断的洗脑。加扎尼加在他的经典著作《谁说了算》当中给了一个推论，他说呢，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聂老人，只不过是因为那是毫秒级的连接，我们没有发现。在我们的左脑当中呢，有一个名为解释器的模块，它有点像一个草台班子的新闻发言人，但又好认真。它的核心工作呢，就是它不是去报道什么真相，就是要维持逻辑自洽，就不能容忍这个事情是混乱的，不能容忍未知的，不能容忍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所以呢，一旦我们的潜意识，比方说我们的右脑、我们的边缘系统做了一些冲动的、情绪化的、莫名其妙的行为，左脑会瞬间冲上来，马上编一个理由把它合理化。举个例子，你明明是一个姑娘你看到那个男生长得好帅，身材很好，这是我们的右脑的视觉和边缘系统的一种性冲动，你对他一见钟情。这个时候别人问，你为什么喜欢他？你马上左脑开始负责解释，那因为他很上进嘛，很有责任心嘛，我觉得他之前讲的那句话打动了我们嘛，我们觉得精神上很契合嘛。真的是这样吗？可能是但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左脑要让我们看起来不那么肤浅而编造出来的理由。再比方说认知失调，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早就发现，当事实和我们的信念冲突的时候，我们不会改变信念，我们会扭曲事实。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你跟他讲什么都听不下去，因为左脑受不了我错了这种简单的逻辑。比方说你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个其实不好用的东西，这个时候你的右脑已经受到一个感受，叫做真难用，体验真差。但是你的左脑不允许承认自己是一个被割韭菜的蠢货呀，于是他就开始疯狂的去解释，这个东西虽然贵吧，但是它设计感不错嘛，它能提升我生活品质嘛，贵有贵的道理嘛。你看是不是很熟悉？这就是解释器的特征，它把所有不符合逻辑的来自于直觉的声音通通压制、篡改或者合理化，让我们活在一个由语言和逻辑编制的看似安全但实际虚假的这种气泡当中。你在这个气泡当中，你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理性的，永远你有理由的，但代价就是我们和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所以你会发现，原来我们认为的一见钟情可能是编出来的。那如果我们的左脑是一个骗子专门负责去解释，那我们右脑呢？难道就是一个只会看图片那些直觉画面的傻子吗？实际上通过神经解剖发现，右脑并不是这样的，相反，它处理信息的速度要比左脑快得多。左脑它的处理呢是一种叫串行处理，就像计算机一样，你来一个事情我处理一件事情，而且它是线性的，有时间顺序的。而右脑它是并行计算的，它像我看了一张图片，我瞬间处理所有的这些图像空间，我们的情绪身体。所以右脑它是活在此时此刻，它没有什么过去的悔恨未来的焦虑它只感受当下的感受，身体的温度，它是一种整体感。所以在很多心理学的假设当中，比方说朱利安、杰恩之前提的叫两分心智，他就认为人类在产生语言之前，或者说人类在产生自我意识之前，其实古人主要是靠右脑生活的。那个时候，当右脑通过这种幻听的方式向左脑传递信息的时候，古人就认为那叫天启。而现在这个人类不断的去训练我们的左脑我们的语言非常的强势，这个天启就被淹没了。我们平时说我，通常指的就是那个会说话的左脑，比方说我想赚钱，我要成功，我很焦虑，这都是左脑在说话。而右脑是专门负责感受世界的，它是一个连接万物的那个巨大的我，但因为它是个哑巴，所以被我们就无视了。除非发生了某种意外，让左脑暂时没有办法说话了。到下面我们就讲一个哈佛科学家切身的体验到了成佛是什么感觉。在1996年的12月10号的早晨，哈佛大学的脑神经科学家吉尔泰勒呢，一觉醒来之后发现他的左脑后方有一阵剧痛，他当时不知道，实际上是他大脑当中有一根血管破裂了。随着这个出血点的不断的增加，他的左脑功能开始一点一点丧失。这个案例非常非常的罕见，因为他首先是一个顶级的脑科学家，他拥有非常专业的这些知识，他完全清醒的看到他自己的这个左脑走向了崩溃。所以他后来做了一个演讲，叫做《奇迹般的顿悟》当中就描述了这个过程。他说首先呢是语言能力的丧失，就他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说不出来了。他包括他当时想打电话，但是那个数字他能看得见，但它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图形，他不能理解，因为左脑负责解释的那个部分没有办法去工作了。包括他说他之前脑子里面可能有一些待办的事情，比方说我是谁呀，我今天要干一些什么事情他说这个事情忽然就消失了。所以那一刻虽然他当时是脑中风了，但是他的体验非常非常的神圣，就是说左脑的我消失之后，右脑的我接管了全部的意识。那吉尔泰勒就描述那一刻的感觉说，我觉得我的身体边界消失了，我不再是一个被皮肤包裹的一种固体的感觉，它好像变成一种流动的能量。我觉得我自己变得巨大，和墙壁和空气和整个宇宙融为一体，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焦虑，没有评判，只有当下。他描述是一种巨大的金色的宁静的幸福感，他自己称之为涅槃时刻。甚至他当时被送到医院抢救的时候，他的那个身体动弹不了，但他内心觉得是在一个极乐的世界遨游，他甚至都有点不太想回到原来的状态了。那你听了这个故事，有没有觉得它很耳熟？你看，无我，万物一体，活在当下，极乐世界，
这不就是佛陀在2500年前坐在菩提树下证悟的东西吗？这不就是道家说的坐忘吗？天人合一吗？哦，原来那些古老的宗教玄学并不是在讲神话，他们可能就是在用那个时候的语言描述了一种左脑暂时下线，右脑觉醒的一种生理神经状态。那科学家这次经历，佛陀呢居然在健康的状态下就能达到，而且他还给出了如何去破解我们左脑骗局的法门。这就是佛陀的千年预言。在佛教的核心教义当中，有一个让初学者非常头疼的概念，叫做无我。很多听了之后很费解，什么叫无我？什么叫有？什么叫无？听不懂。不要着急，佛陀说的无我，从来并不是说你的肉体不存在，也不是说你的意识不存在，他否定的是那个恒常的、独立的、单一的主宰者。换句话说，佛陀否定的是那个喋喋不休的以为自己掌握一切的左脑的解释器。我们可以用脑科学的角度重新翻译一下《心经》的那句名言：五蕴皆空。佛陀说所谓的我是由5个零件拼凑起来的，叫做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就是我们的身体感受，像视觉、听觉；受呢是我们的边缘系统，是负责产生喜欢或者讨厌的情绪；而想就是我们的海马体，它可能是负责调用记忆和概念的；而行就是我们的运动皮层，负责产生冲动和行为；而识是负责统合信息的觉知。那么佛陀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大脑实际上是一个模块化的系统，就这些模块叫五蕴，各自为战。如果你把它一层层剥开，你会发现并没有一个坐在中央的像在发号施令的总裁。所谓的自我，只是这些模块在高速运转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聚合效应。那么在佛教的唯识宗当中，有一套非常精密的心理模型，叫做80心王。其中呢，前60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对应的是我们的感官和基础思维。那么第70梵文叫做 Manas， 那翻译就是莫那识。它的功能定义就4个字，叫恒审思量。什么意思？恒呢就是从不停止，连睡觉都在工作；审呢就是审查，思量就是计较。就是24小时不睡觉都要审查计较，这不就是那个24小时不关机的左脑解释器吗？那么唯识宗就说，第70这个莫那识呢，是一个很自恋的，像一个管家一样的角色，他死死的抓住第80，就是阿赖耶识，这个我们之前说的像云端的那个仓库一样，对应我们的潜意识和我们的右脑感官，然后疯狂的就喊，就这是我，这是我。那比方说我们右脑可能看到一束花，莫那识马上就贴标签，我看到了花。身体感受到了痛，莫那识马上就喊我好痛。比方说潜意识升起了一名无名的这个怒火的话，那莫那识马上就开始编故事，说我生气是因为他看不起我。佛陀很早就觉悟到了这些，他就说痛苦的根源不在于外部的世界，就是色，也不在于你的感受受，而在于这个第70莫那识，就相当于我们人的左脑强行的把一系列的刹那生命的片段伪装成了一个永恒的自我。这就回到我们前面刚刚说的那个视觉剪辑，佛教当中会说叫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在佛陀的眼中，生命其实是一个一帧一帧的跳动的画面，就没有一个什么连续的我在过日子，而是无数个念头在生生灭灭。是我们那个狡猾的左脑莫那识在运用一种就我们前面讲的这种剪辑技术，把这些支离破碎的念头剪辑成了一个叫我的一生，好像是一部电影。而我们都是入戏太深的观众，那么所谓的破执就是要看穿这套剪辑手法。当你意识到这个所谓的连续性是假的时候，看见本身就会让这个受苦的主角顿然消解。但是我们现在人真的患有叫做左脑肥大症，就是因为虽然佛陀早就给了法门，我们觉得累，是因为我们打造了一个左脑崇拜的文明。你想想看我们定义一个人世俗社会上的一个价值感是不是全都是概念？这个人学历好不好？什么职称呢？存款多少钱呢？社会地位怎么样甚至什么 MBTI 你人格测试什么结果呀？你会发现这些东西
在真实的物理世界，就在右脑的世界当中，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全都是概念。狮子知道学历吗？夕阳知道什么 KPI 吗？没有啊，这些全都是我们的左脑莫纳什为了确立自我存在发明出来的标签。神经科学家伊恩·麦吉尔克里斯特他写了一本书呢，叫《事物的主人与他的使者》，他就描绘出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叫地图取代了疆域的时代，说我们的左脑呢就绘制出了一个地图叫概念世界，就像我们拿着手机盯着这个屏幕拼命在地图上面去找，我们要从 A 跑到 B， 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了去抬头看看真实的这个街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们现代人的抑郁和焦虑本质上就是一种叫存在主义的指涉落空。什么意思呢？这个焦虑的本质是左脑对未来的过度推演，因为左脑它有时间概念，它不停地计算，比方说如果我失业了怎么办，如果我生病了怎么办，它活在永远都不会到来的那个明天。而抑郁的本质从某种程度上是左脑对过去的过度反刍，就是它不断的去回放记忆素材，做负面剪辑。比方说为什么当时我那么蠢为什么我当时吵架的时候没有吵赢，我应该这样吵就好了。他活在已经过去的昨天，唯独失去了当下，而快乐的真实的鲜活的这些东西只能存在于当下。比方说你吃一口蛋糕的满足感或者吃红烧肉的这种满足感，看一眼晚霞的这种震撼的感觉，和爱人拥抱时候的温暖感，这些都是通过右脑负责带来的感官体验。但是在高度功利化的左脑来看，这些东西没有用，无法量化，浪费时间。于是我们就活成了一群活在左脑当中的人。我们吃饭的时候可能要刷着手机处理信息，我们走路的时候还要听播客，获取知识嘛，甚至我们和爱人在一起的还要想着明天的 PPT 要怎么写。我们不仅和自己的右脑失联了，我们和真实的生命情感体验连接上也中断了。所以就像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所说的，当人的大脑太吵的时候，我们就听不见灵魂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这个左脑独裁的世界当中，如何找回内心的宁静，驯服那头喋喋不休的大象呢？我们当然不需要去切除左脑，那样我们就成了无法自理的傻子。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全脑整合，也就是说我们从左脑的这种独裁变成左右脑的共和。这里有2个基于神经科学的技术可以作为我们平时的修行工具包。第一个工具包呢叫正念冥想。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这到底跟佛教的禅修或者是跟道教的这种打坐有什么区别？你不用把冥想当作宗教仪式。在我们的神经科学当中冥想的本质是抑制默认模式网络，就 DMN。 这个 DMN 就是我们说的左脑的解释器的生理大本营。所以当一个人开始发呆、胡思乱想、自我评判的时候， DMN 就在疯狂地消耗我们的能量。而当我们开始专注于自己的呼吸，专注于我们的脚底接触大地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在强制激活负责感知的脑区，叫做任务正向网络 TPN。 那么大脑的能量它实际上是有限的，当我们把能量供给给我们的感知右脑的时候，负责解释的左脑它的能量就被切断了，因为它能量不够用。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个很简单的练习，比方说下次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大脑喋喋不休，比方说你太差了你完蛋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不用尝试去在脑子里面去反刍它，因为它是左脑的陷阱，你越变得左脑越兴奋。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切断它。首先你可以做深呼吸。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把注意力全部放到我们的右手的指尖上，去感受这个指尖它的温度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指尖它上面是不是还有脉搏在跳动？这个指尖与空气接触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种轻微的这种触感？当我们全神贯注的在我们的右手的手指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左脑好像再去思考的那些事情忽然就停了，因为大脑没有办法同时进行高强度的感知和高强度的解释，于是我们就走出来了。那第2个工具包呢是创造心流。为什么很多程序员你看他很喜欢，哪怕公司不需要他有的时候也写代码写到半夜。为什么会有的人喜欢画画、盘手串或者做木工？
因为这些非语言性质的需要高度专注的活动能强制让人的左脑下线，在心理学上叫做心流。在心流状态下呢，你会发现时间感消失了，因为负责时间序列的左脑休息了，自我意识消失了，因为负责编故事的解释器它闭嘴了。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涅槃的迷你版或者青春版。所以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如果你觉得累了，你不用去刷那种碎片化的短视频，碎片化短视频就是在给左脑为高频的垃圾信息，反而给左脑供更多的能量。你可以尝试去看一幅画，哪怕是涂鸦，尝试去听一首纯音乐，不看歌词，尝试去做一顿饭，专注于切菜的这种手感。这些看似没有用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在给我们那些压抑太久的右脑做复苏术。那可能有人会说，哎呀，牧羊，既然这个左脑是一个撒谎精是痛苦的根源，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彻底否定理性？比方说去深山老林里面当一个野人当一个禅修者，只活在右脑的感受当中呢？当然不是，因为如果人只活在右脑当中的话，你确实会很幸福，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脑科学家一样。但是你现实生活中会遇到困难，你明天的早饭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你出门的时候你分不清红绿灯所以佛陀从来没有说让我们变成傻子，脑科学也不是让我们要把左脑给切除，而是说在以上的这两种当中做第三种存在。有一句话叫做左脑是最好的仆人，但它是最坏的主人。我们这一生修行的所有的目标其实就是一种夺权的运动，我们要把坐在那个驾驶位上的那个暴躁的焦虑的喋喋不休的左脑解释器请到副驾驶上，告诉他，你可以帮我规划路线，可以帮我分析利弊，但是方向盘现在归觉知管。那这个觉知是什么呢？它也不是右脑它是看着左脑在思考，看着右脑在感受的第三只眼睛，这就是佛家所说的觉者或者觉悟者。当人有了这种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有一种质变了。比方说你的左脑又开始焦虑，说比方我明年会不会失业，你不会陷入其中，你就像看小丑一样在看他表演嘛，说你看他又开始在编故事了，这事情没有发生嘛，你可以继续安心喝茶。比方说你的右脑感到很悲伤的时候，你也不会被他陷入其中，你就像看电影一样，你就像看一个悲剧电影，你当然会觉得难过，但只是它在你的身体当中会有一种感觉，说这个感觉它可能是一种蓝色的或者是一种深蓝色的一种体验感，它蛮沉重的。然后呢，就像云一样，它会来，它也会自然消散。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排斥理性，可以用它来处理工作，去规划旅游，也不用压抑感性。他想哭就允许他哭，他想笑我们允许他去笑。所以我常常会认为人是需要走在理性光辉和生命情感的十字路口的，而这背后就是第三只眼觉知。那么在聂老人实验的最后呢，加扎尼克教授他就曾经感慨说，人类之所以独特，不是因为我们会编故事，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意识到那仅仅是个故事。所以当我们意识到在那演戏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不再是舞台上的傀儡，而是台下的观众了。我们的频道介绍当中有一句叫愿你我得大自在，这个大自在就是当我们有这样的觉知的那一瞬间诞生的。那我是牧羊，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启发，你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是在哪一刻终于放下了这些喋喋不休的思考，获得自在的。我相信你的这些体验真的对很多朋友会有启发，我也很想听听你的故事。那也感谢你的点赞、关注、评论、分享，我们下期再见。